前几天某平台的一条广告遭到广大网友的吐槽，所谓的内容传递的消费观清奇无比。大致内容是一位男子带母亲乘坐飞机，因母亲身体不适，男子希望空乘帮他换座位或者开窗，遭到了前座的鄙视。后面一大哥看不过去，说升舱的钱我来出，然后很自然地拿过该男子的手机，一顿操作借了15万。怕男子担心，还很贴心地说万元日薪最低1.9元，还没有一瓶水贵。这是什么逻辑？不是说好的这钱你来出吗？怎么还让我背上了负债？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实中，这位好心的大哥可能会挨打的吧。话说回来，鼓励借贷本身就存在问题，更何况万元日息1.9元，年利率6.9%也是很高的，好吧？之前另一平台因为一条借钱给女儿过生日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吐槽，想不到这个更过分。作为国内电商的2大巨头，给广大消费者灌输扭曲的消费观，真的合适吗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类鼓励超前消费的广告不断的轰炸和洗脑，什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生活不能没有仪式感，不管钱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，只有消费了，我们才是优雅的小资，快乐的小布尔乔亚。不借钱就过得不精致，活得很乏味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心理防线慢慢被攻破，会觉得这类现象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反观我们生活中，这种超前消费的现象是很普遍的。月薪3500，花呗月支出15000，大有人在。姓何的一个朋友，因为认识很久，所以对彼此收入、家庭这些都有所了解。但如果只看他的朋友圈，我都怀疑他是隐形的富豪。每天下午必须来一杯星巴克或者手做蛋糕，衣服竟然会穿设计款，化妆品用什么海蓝之谜，这个咱也不懂，只知道很贵。租的房子里还有各种高档小家电，戴森吸尘器和吹风机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有次聊天，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：“你每天这么精致，是怎么支撑的呢？”他倒轻描淡写：“信用卡、花呗不都有钱吗？每天上班这么辛苦，当然要对自己好点。”这让我想到之前排队抢星巴克猫爪杯和潮牌联名款 T 恤的事情，据说还有因此而大打出手的。因为不了解也不理解，所以不敢妄加评论。但至少我知道，他们赢得了朋友圈的精致，也失掉了现实中的体面。从心理学角度，这种现象不难理解。比如限量的噱头会触发人们稀缺性冲动和损失厌恶，比如看到别人都在买就被激活的从众心理，再比如买到之后会让人们感觉对生活重获控制感。买的不是商品本身，而是得到之后心理上的快感。这些原因都会让我们控制不住自己。比起账单上体感不强的数字，朋友圈的点赞和别人羡慕的眼神才是真的香。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朋友圈和现实的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曾说过，精致的生活首先是清醒的，不是懵懂的，即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存在，而不是脱离自身；其次是平和的，而不是不安的；再次是快乐的，而不是痛苦的。所以这就很好的揭开了假精致的伪装。那些不断用奢侈品粉饰自己的人，活在了朋友圈和别人的看法里，这就是脱离自身的，而且也充满了不安和痛苦。其实，在假精致泛滥的现象背后，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受关注。15万人正在豆瓣讨论消费降级这个话题。他们认识到，年轻人正在被各种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、各种刺激消费的营销广告所包围，同时提倡更加理性和审慎的消费方式，用物质上的精简换取精神上的充实。我想，可能并不存在什么消费降级，而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这种生活方式所传递的价值观才是更值得鼓励的吧。小伙伴们觉得呢？你们会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